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想过，但却每天都在发生的事，就是我们精心打造的办公室，我们引以为傲的学习环境，很有可能正在跟我们的大脑打一场根本打不赢的仗。分子生物学家约翰·麦迪纳的研究就要来帮我们揭开这个惊人的真相。来，我们先问自己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：你的大脑，这台花了几十万年才演化出来的超级电脑，它的原始设定到底是为了应付什么样的状况？是为了在野外奔跑，为了生存而战，还是为了安安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处理一份又一份的试算表？你看这张图，这个矛盾就非常清楚了。左边是我们老祖宗的大脑，它每天平均要走上将近20公里，是在不断的移动跟挑战中演化出来的。它的设计就是为了应付户外多变的环境，为了生存需要高度专注。但你看看右边，我们现在要求大脑做什么？一天8小时黏在椅子上，然后用无数的邮件讯息把它轰炸到当机。这种演化上的巨大落差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核心问题。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基本上可以说是反大脑的。我们来听听看分子生物学家约翰·麦迪纳是怎么讲的。这句话哇，真的很震撼，而且一针见血。如果你想打造一个跟大脑天性完全相反的环境，很简单，设计一个办公室隔间就对了。不管是把员工关在小格子里，还是把学生固定在座位上，这些设计其实都在扼杀我们大脑最强大的能力。我们一直有个天大的误会，以为坐好不要动就等于专心，但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这完全搞错方向了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当我们一天又一天强迫大脑在这种违反天性的环境下运作，到底会付出什么代价？跟你说，这个代价远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。首先，我们来破除一个迷思，叫做多工处理。很多人还会只感到骄傲，觉得自己很厉害。但科学事实是，我们的大脑本质上是一个序列处理器，也就是说，一次就只能专心好好做一件事。你以为你边开会边回 email 很有效率吗？错了，你的大脑其实只是在这两件事情之间像发疯一样来回切换，而每一次切换都要付出代价。第一个代价就是你的错误率会直接飙升50%。对，没听错。当你一心多用的时候，你做的每一件事品质都在下降，犯错的几率等于是翻了1倍。第二个代价更讽刺，完成工作的时间竟然会多出1倍，这真的太扯了。我们以为多工可以省时间，结果呢，我们花了整整2倍的时间，然后把事情做得乱七八糟。再来是一个看不见的杀手，慢性压力。当你长时间处在一个高压的环境，比方说面对一个很糟糕的主管，或是一段不稳定的家庭关系，你的大脑会不断分泌压力荷尔蒙，这就像是慢性毒药一样，会直接伤害你大脑里负责学习和记忆的关键区域海马回，到最后甚至会让你的大脑真的缩水。最后一个是我们最常牺牲的东西，睡眠。很多人把熬夜当成一种荣誉勋章，觉得自己很拼，但科学证据非常清楚，睡眠不足对你认知能力的伤害，跟你喝醉酒去开车是差不多的。剥夺睡眠就是主动让自己进入脑雾状态，这不叫拼搏，这叫自我毁灭。好了，我知道刚刚讲的这些问题听起来可能有点吓人，但好消息是，一旦我们搞懂了大脑的游戏规则，我们就有能力去打造一个更适合大脑、更能释放我们潜能的环境。所以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解决方案。这里有5个基于神经科学的核心策略，它们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设计我们工作和学习的方式。我们一条一条来看。第一条可能也是最违反我们直觉的一条，动起来。有氧运动不只是增加大脑的血液流量，带来氧气而已更重要的是，它会刺激一种叫做 BDNF 的蛋白质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大脑的超级肥料，它能帮助你的神经元长出新的连结，让你变得更聪明，反应更快。这张图表就说明了一切。你看，数据显示，你只要每个礼拜做2次有氧运动，就能把得到失智症的风险降低整整1半。所以记住，运动不是为了你的身材，更是为了你的大脑。第二点，尊重你的睡眠。
很多人都以为睡觉的时候大脑就关机了，错，恰恰相反。睡眠是大脑一天当中最忙碌、最重要的工作时间之一。它就像一个超有效率的图书馆员，在你睡着的时候，努力把你白天学到的所有东西分门别类整理归档，把那些脆弱的短期记忆转变成稳固的长期记忆。你看这个数据超惊人 ，NASA 的研究发现，在下午精神最差的时候，只要睡个26分钟，就能让飞行员的表现提升34%。所以不要再觉得下午想睡觉是懒惰了，那是你的大脑在跟你求救，跟你说：“嘿，我需要重新开机一下。”第三，创造心理上的安全感。我们的大脑说到底还是一台生存机器。当他觉得安全的时候，才能把宝贵的资源拿去学习、创造这些高级的思考活动。可是，一旦他感觉到威胁，不管是来自老板的责骂，还是同事的排挤，他会立刻把所有资源全部调去应付战斗或逃跑。简单来说，恐惧会让人变笨。所以啊，不管是在公司、学校还是家里，关键就是要创造一个让人觉得安全、被支持的环境。科学甚至证实，一个人在家庭里感受到的情感稳定度，是预测他未来学业和事业成不成功最强而有力的一个指标。因为一个稳定的大脑，才有余力去探索这个世界。第四点，拥抱个体差异。这是一个很惊人的事实，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会因为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，而在物理上产生实质的改变。这就代表说，那种工厂流水线式、一体适用的大量生产教育或管理模式注定会失败，因为它完全忽略了我们大脑最根本的个人化特性。最后一点，也是最直观的一点，我们承认吧，我们的大脑啊，根本就不理会无聊的东西，它的天性就是对新奇的、有强烈情感的，还有视觉化的资讯特别感兴趣，这是写在我们基因里面的设定。所以，你想抓住大脑的注意力，就要用他喜欢的方式沟通。这张图就完美说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生动的图片、引人入胜的故事、触动人心的情感来传递讯息，而不是叼给他一堆密密麻麻的文字。因为大脑是用画面和感觉在思考的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，我们的大脑是一台为了探索、学习，为了在一个动态的世界里生存下来而设计的精密仪器。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，就是要怎么让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现代世界，回过头来重新适应这台机器的原始设定。这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。我们不需要被动的去忍受这些反大脑的制度，透过有意识的去遵循这些简单的规则，多运动，好好睡，创造安全感，拥抱个体差异，我们就有能力打破这个不人道的框架，释放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被压抑住的巨大潜能。最后，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。今天我们聊了很多，但知识如果没有化为行动，就没有力量。所以，请你花一点时间想一想，明天你会做出哪一个微小的，但却是顺应你大脑天性的改变呢？是提早半个小时上床睡觉，还是在午餐之后去外面散步10分钟？伟大的改变往往就是从这一个微小但却无比正确的决定开始的。